二殿下，您这是干嘛？老身可是个太监啊！您这是要做什么？徐承事，昨晚有人在后宫给父皇戴了顶绿帽子，我怀疑那个人就是你。栽赃！这完全是栽赃！老奴当年可是走正规的净尸房流程入的宫，即使有这个心，也没这个力呀！栽赃不栽赃，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就看你接下来表现了。表现？没错，表现好，你就是清白的。准备好了吗？我可要开始喽。这是皇室禁地，这几天巡逻给我勤了一点，我总感觉有血光之灾要发生。徐承事，你可知道那是什么？难道是传说中的儒圣灵根？没错，这就是拥有言出法随能力的儒圣灵根。当年初代儒圣仅仅只是念了一个字“草”，便让万里戈壁化为千里绿洲。江湖传闻，我大齐皇朝第一任皇帝就得此宝物，可是经历5代帝皇，无一人能够降服此物，所以只能在皇室宝库里蒙尘。难道这其中有什么隐秘？那是因为儒圣临终前给这灵根立下了3条规矩：无慈悲心者不可得，无大智慧者不可得，不为民享者不可得。可是皇室子弟为了那95至尊之位，哪个不是做好了弑兄弑父的准备？这浩然正气天然排斥冷血之人，若强行吸收，只会身死道消。所以迄今为止，皇室子弟无一人能够收服此物。虽然我们皇室血脉被这浩然正气天然排斥，但是也并非毫无办法。如今夺嫡已至白热化，大皇子一脉是丞相为首文官集团，3皇子一脉是大将军为首的武将勋贵，而我虽天赋是3人中最高的，但是生母董贵妃却是一介凡人，凭借着沉鱼落雁之貌才获得父皇宠幸，所以唯有得到这灵根，我才能登上那95至尊的宝座。可是殿下没有陛下的同意，私下吸收可是要杀头的大罪呀！况且别人都做不到的事情，我又凭什么做到？是吧？奴才不敢。我从上古遗迹中得到了抑制浩然正气的方法。天生至阴之人，吞下这枚由49名孩童炼制的魔丸，便能封印浩然正气1刻钟。而你，便是我选中的那个天生至阴之人。阴年阴月阴时出生，叠加上无根之体，简直就是完美。没想到老奴这残缺之体还能帮到殿下，奴才愿意赴汤蹈火，效犬马之劳。很好，徐承事，今晚这事儿若是成了，你便是从龙之功。殿下，如此机密之事，我们是否要做好保密措施，以免消息泄露出去？无妨，他是一个天生聋哑的废物，听不见也说不出，无法将今晚发生的事情传出去。要将这儒圣灵根吸收进入体内，需要克服2个问题：第一是如何封印灵根里面的浩然正气；第二是用何种方式吸收。这第一个问题我很早就有了解决办法，就是通过你的无根之体加上魔丸的阴气克制浩然正气的阳气。但是用何种方式吸收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吸收灵根这事儿充满了未知的不确定性，我的身份又是何等高贵，怎么可能亲自去冒这个险？正好1个月前，我在以魔教的上古遗迹中寻得了一门叫炼尸法的魔功。
这炼尸法可以将死者化作灵根炼入自己体内，也就是说，我只要找个人吸收了这灵根，我再用炼尸法将其炼入体内，这就相当于绕过了儒圣制定的规则，完美避开了所有风险。而它就是我选定的容器。不愧是殿下，竟然有这等聪慧的方法，怪不得您才是最有希望继承皇位的人选。哼，知道我为什么特意挑选一个聋哑人作为吸收灵根的容器吗？老奴不知，还请二殿下明示。那是因为儒圣的灵根内含儒圣所有的法术，而其中大部分法术都是靠言语驱动，尤其是言出法随。如果只是普通的少年，他们在吸收了灵根之后，极有可能利用言出法随的能力来对付我。可如果是个哑巴，就算吸收了儒神灵根，没法说话，那照样无法使用，这便做到了万无一失。殿下圣明，就让老奴这个天烟之人开启殿下霸业的第一步。灵根感受到了威胁，阴气与白光正在激烈对冲。成了，去吧，小哑巴，感受他的呼唤，把他吃掉。二殿下，看来我们的霸业要成了。二皇子，你……徐常侍，这事不能让第三人知晓，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这下儒神灵根是我的，皇位也是我的了。怎么回事？我还没动手呢，他怎么先倒地了？难道吸收失败了？若是容器死了，灵根也会受损。言出法随是吧？我现在就给你来一个。我是你爹。皇儿，你怎么在这里？后，你又是谁？你仔细想想，我是谁？我想起来了，你是我的官人，也是我皇儿的爹爹。母后，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母后说得很清楚，她说我是你爹。妖术，一定是妖术！你用妖术蒙蔽了我母后。小朋友，你是不是很急惑？我这个天生哑巴，为什么突然会说话了？穿越了，我穿越了，穿越到一个可以修仙的世界。但是我的前身是一个天生聋哑人。其实在穿越后，我已经有了说话的能力，只是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我只能继续假装不会说话。3天前，一对衙役出现在我家，宫里正好需要一个哑巴，就是你了。直到刚才，我才知道，是二皇子把我当作吸收灵根的容器。就在我吞下灵根，即将被二皇子炼化之时，一个神秘的声音在体内响起：是否透支1000颗下品灵石的灵气，使用一次言出法随青春版？老子的金手指终于来了！用！
老命都快没了，还管他透支不透支？好，你已获得演出法随青春版体验卡1张。大根同志，快告诉我这卡片怎么用。宿主，请不要如此轻佻地称呼我。第一次见面，你叫不出我的名字，我不怪你。但作为灵根中的王者，麻烦你在我的称呼上面加个王字。好嘞，王大哥，快点告诉我，这言出法随到底该怎么使？罢了，一个名字而已，你爱叫啥就叫啥吧。先把设定的开场介绍说完。言出法随，即是将你口中所出之言变为真实，但鉴于你手中只是青春版，你所说之话无法直接跨越境界去影响修为高于你的修士。那我可以召唤一阵飓风，把自己卷走跑路吗？不可以，言出法随无法做到超出自身修为太多的事情，而你现在只是个肉体凡胎的凡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老子要退货！等等，凡人这个词，我好像刚听谁说过。而我的母妃不过是一介凡人。青春版言出法随虽然不能作用于二皇子，但作用于他那没有任何修为的母妃总没问题吧？破局点找到了！你这妖人，我要杀了你，去死吧！你还是不是男人？你竟然躲在女人背后挡剑！我是不是男人？儿啊，这得问你母后啊！儿啊，别对你爹动手，这样可是不孝。跟我玩秦王绕桩是吧？那就不要怪我了。母后，今日之事若流传出去，你我皆难逃清算，所以不如就请母后成全一下儿子吧。你不会要杀了你的母后吧？今日夺取灵根之事，本就是瞒着所有人进行的。此事如果败露，母后连父皇都不会放过我。所以，皇儿，这回我看你还往哪儿躲？想当我爹是吧？既然如此，那就下去好好陪我的母后吧。你这妖人用了什么伎俩？伎俩？二皇子殿下，这可是你日思夜想想要得到东西啊！灵根，你不是已经把它吃下去了吗？我之前只是把它含在嘴里，没有真正吸收。那你现在掏出来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是把它还给你。如果说之前的你仅仅只是被灵根的浩然之气所灼伤，那么刚刚杀掉自己亲生母亲的你，我想浩然真气对你来说，恐怕不止灼伤那么简单了吧？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对于你这种弑母的畜生，我只想说，下辈子别做人了。好险，差点把小命丢在这里了。救了你的小命，接下来该是回报我的时候了。什么情况？这是认定我了吗？我被关在这囚笼里不知多少岁月，此刻终于可以破障而出了。等等，你不是儒生的灵根吗？该不会是被囚禁在灵根内的某个大佬准备将我夺舍吧？亲爱的宿主，我劝你接下来不要反抗，好好体会一下这被囚禁了10000年的愤怒吧！你又是哪位？怎么出场还自带特效的？
宿主，怎么这么快就把人家忘了？我就是你吞下去的那条灵根啊！原来是你啊，王大根！我果然是有金手指的男人。没错，我就是你的金手指，你的随身老太奶。王大根，你全家都叫王大根，老娘有自己的名字，好吧？给我记住了，老娘叫江白秋。行了，名字的事情就此翻篇。现在咱们来谈谈债务问题。债务？什么债务？哼，一次言出法随2000灵石，9出13回，收你2800。我去，9出13归，你怎么不去抢啊？还有，你凭什么觉得我能付得起这么多灵石？能进出这封印我的大殿的，哪个不是锦衣玉食的皇子？付个3000灵石，对你们皇家来说，不是简简单单的事吗？大姐，你看看我这全身地摊货，哪里有点皇族的样子？你有可能是某个庶出的皇子，被其他皇子挖去了天生至尊骨，流放边疆。此刻来到这里，一定是发现自己有着吸收儒神灵根的资质，想要狠狠打别人的脸，然后靠着这份资质登上帝位，对吗？你能不能少看那些脑残小说呀？别那么多脑洞。或者你是那种被退婚的少年，正咬牙等着30年河东30年河西，然后在这大道之争中杀出一条血路，对不对？我发现了，你是玄幻小说重度患者。在我面前，你撒不了谎，现出你的真面目吧，说真话。我是一个普通人。哥，你真是烦人啊！没被挖去至尊骨，也没被退婚，假一赔十。完了，这下全完了！什么完了？刚才使用的灵气是我管天道借的，如果1个月不还上，就会有天劫。欠债还钱劫，批完之后，你我连人带河2斤重。这么说来，我欠的高利贷是天道的。快点禀告，二皇子领百岁令！立刻给我搜！天道还给了我们1个月的还款期限，要是被外面那帮人抓着，我们可能连1天都活不过。唉，遇到你这样的宿主，我也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欠天道的账单上，现在又要加一笔。我说江大小姐，既然你能把我带离皇宫，那为什么不直接将我带出城呢？这里还是不安全啊！我能感觉到有金丹期的高手已经封印了整座城，用法术带你离开的可能性几乎为0。那怎么办？你不是我的金手指吗？快给我想办法呀！我的办法和你的修为成正比，所以没有办法。还有刚才带你离开皇宫的法术，价值1000灵石，记账上。既然这样，大小姐你还是回到我的体内吧。灵根这东西如同内裤，一定要有，但不能到处掏出来给别人看。我被囚禁了100年，好不容易才有这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你觉得我还会回到那个漆黑的地方吗？合着你是小只的皮卡丘是吧？别的宝可梦都会精灵球，就你不会。皮卡丘是什么？上古妖兽吗？昨夜皇城出了大案，上面下令，所有出城的人必须持有户籍路书。大人，什么事儿让整个皇城都人心惶惶啊？竟然连出城都这么严格。当然是和皇族有关的案子，一旦被抓到，那可是要掉脑袋的。你鬼鬼祟祟的抖什么？把斗笠给我摘下来！大人，这是我的路书。路书没问题，但你那么害怕干什么？我第一次出城，没想到竟然这么大阵仗。我们是在抓贼子，你若不是贼子，害怕什么？除非你就是我们要抓的那个贼子。我要上厕所，从早上就憋着，你们还拦着我，还拿刀吓我啊！憋不住了。原来你刚才颤抖是在憋尿。下一个。下不出去了。路书这东西，你有吗？那东西需要5个人担保才能去官府搞到一份。你看我像是办过那东西的样子吗？那你打算怎么出城？要不我也去那里现场表演一个尿崩？别，江大小姐，千万别！咱这清冷的气质不适合这么浮夸的表演。
我已经为你量身定制了一套出城方案，你等下只需要……记住，等下一定要表现出视万物为蝼蚁的态度。我可是儒生灵根，本来就视人为蝼蚁。对了，就是这个味儿，你就本色出演。陆书呢？拿来。我没带路书，但我要出去。这生人勿近的气场，这视人为蝼蚁的态度，此人莫不是皇城哪位大员的闺女吧？不知姑娘令尊是哪位？小的们日后也可以鞍前马后伺候。家父张二和。老大，张二和是哪位大人？我也没听过此人，但一看名字就是我们惹不起的大人物。而且他手中的令牌是皇室专用，所以此人我们断不可得罪。原来是张大人家的小姐，张大人的威名那是如雷贯耳，整个皇城谁不知晓啊？只是上头大人们查得严，没有路书的话也可以，只需要用这水晶测试下灵根即可。好家伙，看来我们张大人现在是一点面子都没有了。小姐勿怪，这是镇魔族的特殊规定。小的们也只是执行而已，因为上头怀疑儒神灵根的浩然正气没有人体作为约束的话，会不停的释放。可是这大殿中只找到了些许残留的浩然正气气息，那真相就只有一个了。那贼子在这里便将这儒神灵根纳入了体内，然后带了出去。传令下去，任何出城之人必须有官府认定的路书，必要时可以检测灵根。你这狗眼看人！无妨，我也不为难你们。我可以接受灵根测试。这个是一次性灵根晶石，小姐您只要用手微微触摸，晶石上就会显示出灵根的模样。这是丹灵根，还是百年一遇的剑灵根？这小姐不单单是朝廷重臣的女儿，还是五行灵根之外百年难得一见的剑灵根。这等天赋和地位，如果从政，日后必然权倾朝野，成为大齐至强者之一。怎么？本小姐现在可以过去了吗？自然可以，小姐恕罪，毕竟这是必要的流程。小芹子，咱们走。老大，他的灵根还没有检测。怎么，我张家人就这么好欺负？你个没眼力劲儿家伙！张小姐身边的人自然也是没问题的。手下有眼不识泰山。恭送张小姐。你不是儒圣灵根吗？为什么那个晶石测不出？万物有灵，动物成妖之后也有灵根，我灵根成灵之后也可以有灵根。那这么说，你是我的灵根，你有剑灵根，那不就代表我有剑灵根？注意，你灵根的灵根，不是你的灵根。太可惜了，还以为可以套娃呢。小芹子。我们接下来去哪里混？我也不知道，反正这里是不能待了。大齐国刚失去一位皇子和一件国宝，肯定绝地三体也要把我们找出来。我们现在急需一个破局点。你的破局点不就是我吗？你哪是什么破局点？你忒妈得就是局本身，出场就害得我欠了天道3000灵石。我说江大小姐，你说天道他老人家那么有钱，我们稍微余气一下应该也没问题的吧？天道最讨厌的事情就是逾期，最擅长的事情是吹收。奸商！有人来了，先躲一下。还好我刚才急中生智，将装满水的葫芦夹在胯下，伪装出憋尿憋不住的场景。唉，可是接下来该去哪里才能不被官府抓呢？这次真的是倒霉到家了。这是朝廷通缉的要犯，看到的重重有赏。本来以为这次出来是光宗耀祖的，没想到给全村领了一个诛九族。或许现在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老天爷，告诉我那个地方在哪？
你干啥呢？大人饶命，小的全部交代。肚子好饿。肉质肥美，真好吃。皇上最喜欢的鹰刚刚被人射杀了，这是诛九族的大事，上头要求我们立马抓住此人。皇帝，老鹰。如此说来，你是为了参加仙门选拔才来到皇城的，因为太饿了，就一不小心把圣上的爱鹰给打下来了。是的，本来加入宗门只是为了修炼，现在是为了保命，只有加入宗门才能躲开官府的抓捕。破局点找到了，加入宗门，抓捕问题不存在了，修为也提升了，灵石问题也有眉目了，一石三鸟。那你准备参加哪个宗门？我得到可靠消息，10大天干仙门之一的大千宗即将开始入门考核，地点正在粤北城。我虽然不知道粤北城到底在哪儿，但我已经通过我的占卜术算出粤北城和皇城离得很近，所以才先来皇城，再打算去那里的。等等，你说这个粤北城的位置是你用占卜万出来的？没错。你的占卜准吗？肯定准啊！刚才我就算出有官差即将抓到我，下一秒你们就出现了，你说准不准？老人家，请问粤北城怎么走？需要多久才能到？神经病！粤北在大齐最西边，咱皇城在大齐东边。如果普通人靠走路，这辈子都走不过去。我明白了，当反向指标看就对了。太好了，原来你们也是去参加宗门考核的，刚才我还以为你们是官府来抓我的。你有钱吗？只有这么点了。距离大千宗宗门大考已经没有几天，咱们现在想要去粤北城的话，恐怕只有坐非洲了。我们非洲商会背后有皇室参股，服务一流，从不延误。机票一人100文，可是我们3人加起来只有100文，只够买1张票，看来是没机会了。哎，3位留步，别急着走啊！我们商会最新推出了家庭套餐，一家人一起坐非洲，只需要100文，这么划算。哎，没错，只不过这个和常规的非洲票不一样，坐起来没有那么舒适。我们给它取了一个贴切的名字——挂票。都已经穷成这副模样了，也没资格管舒服不舒服了。100文，我梭哈了。原来挂票是这个意思。各位乘客，我们即将抵达此次旅途的中转站建业城。下周的旅客请带好随身行李。闺女，出门在外要广结善缘，多帮助有困难的人。这个老奶奶走路都那么困难，还拎着这么重的包，我去帮帮她吧。老东西，奶奶，我来帮你拎吧。小姑娘，谢谢你，你素养真好。她本来想说的话，是不是老奶奶，我来帮你拎东西吧？结果说成了老东西，奶奶，我来帮你拎吧。是的，他修改了剧本。这位女侠，您背着的这个东西不能上船，太沉了，得放在货舱里。不行，太行杯对我来说就像亲人，不能让他住货舱。抱歉，这是我们商会的规矩，容不得一丝情面。这枚紫水晶够我的太行杯住进贵宾间了吧？够，不仅足够了，
还有很多剩的。他们为什么被挂在那边？因为穷，他们买不起站票，只能用这样的方式乘坐非洲。那剩下的钱不用找了，给他们3人升舱。成交。3楼贵宾1位。不知姑娘可否告知方明，他日必当回报。叫我阿玲就好，菱角的菱。看来是个傲娇的小富婆。薇薇，你干嘛呢？好几天没有占卜了，怕业务生疏了，所以占卜一下咱们这次出行是否顺利。卦象显示大吉。卜薇薇，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这是雷劫云，是有金丹大僧在此地渡劫，大家快跑啊！那是一次性应急飞剑，可以载着没有修为的缓缓滑翔至地面。我抢到了！姐姐，怎么？那人手上有多余的飞剑，快抢啊！大家不用抢了，我们这里有10个人和11柄飞剑。没关系的，我是断体9层，这高度摔不死我。好了，现在我们有9个人和11柄飞剑了。真是个乐于助人的好姑娘，就是脑子不太好使。别吐槽了，保命要紧。哈哈哈哈哈！只要渡过这雷劫，达到元婴境，我便可在这大陆横着走了。什么东西？这就是粤北城？应该是的，你看那还有横幅呢。走吧，姐妹们，修仙的大门已经向我们敞开。这位小友，你是来参加大千宗的入宗考核吗？是啊，正巧遇到大千宗的入宗考核，就过来碰碰运气。运气确实是重要的一环。我年轻时也想加入大千宗，只是上一次的入宗考核我还未出生，就这样错过了。当今天下宗门何其多，阁下可以选择其他宗门加入，莫要为此伤神。是啊，所以我选择参加了我现在的宗门。敢问阁下现在所在宗门是？合欢宗。这人是合欢宗的。合欢宗不都是大爷来玩呀的那种女人吗？亦或者是那种看上去就肾虚的男人？那，敢问阁下在合欢宗的身份是？炉鼎。小兄弟，有没有兴趣来我合欢宗？不了，我没有兄台那么雄厚的资本。唉，挖墙脚再次失败。小兄弟，看你我有缘，哥哥便透露点内幕消息给你，如何？什么内幕消息？这次大千宗和我们合欢宗联动，第1关的场地就是我们出的。想要参加考核，就去城门口领一个卷轴，那卷轴上面有着你们要在粤北城内完成的任务，完成任务才能加入大千宗了。多谢前辈指点。只有通过根骨测试的人，才有资格领取桌上的卷轴。根骨测试？可我没看到用来测试灵根的灵根石啊。
这可是大千宗的入宗考核，来参加考核的人数以万计，用灵根石那种东西来一个一个测试，那得到猴年马月。阁下请看，这是灵根大阵，不同资质的人会在里面感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力。你看那个满头大汗的，估计是3灵根，资质一般；那个看上去略显轻松的，估计是2灵根，通过阵法并无压力。这个被压在地上起不来的，估计得是4灵根乃至5灵根了吧，注定与我大千宗无缘了。你们若是想拿到桌上的卷轴，就必须通过这灵根大阵。这次我大千宗60年一次的招生仪式，准备的如何了？师父放心，这次弟子联手合欢宗、炼魂宗，准备了几个特别的关卡，能够通过考验的，必然是天之骄子。不错，考核严苛历来是我们大千宗的传统。此次，为师也特意在这灵根大阵中设置了双倍重力，光第1关就能刷掉绝大部分人。咱们3个谁先前来？我先来，让我这个占卜天才给你俩打个样。怎么没有任何感觉呢？不应该有着那种排山倒海般的压迫感吗？就算自己是天才，这阵法多少也该给点压力吧？会不会是阵法出错了？出去再进来看看。不是错觉，确实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压力。我果然是个天才。年轻人，下次再来吧。老夫这种2灵根的天作之才，当年尚且花了1炷香时间才通过这灵根大阵，如今想找出比我更快的人，难如登天呐！你们快看，那个人在干嘛？不是，我阵法呢？阵法还在，这股重压绝不是错觉。不对劲，就算是传说中的单灵根，在阵法中也不能说是如此游刃有余吧？这怎么可能啊？难道那是传说中？师兄，快点告诉师傅，这批弟子中出现了传说中的天灵根。师傅，您听到了吗？师弟说这届出了一个天灵根。不错，天灵根者皆是身怀大气运、受天道眷顾之人。我大千宗确实是得了一个了不得的好苗子。师傅，如果在灵根大阵中能够蹦来蹦去的是天灵根，那在阵法中飘来飘去的是什么灵根？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怎么可能有人在阵法中飘来飘去？要知道，老夫这次设置的灵根大阵可是加强版的，阵法的吸力是普通版的2倍。师傅，弟子纵有1万个胆子，也绝不敢骗您啊！真的有人在您的加强版大阵里飞来飞去？啊！不是，这阵法什么时候还有无视重量的效果了？嘿嘿，终于轮到我了。我平生最讨厌2种人，一种是爱表现的人，一种是不让我表现的人。既然你们2个表演完了，接下来就轮到我了。怎么是往上的？你再说一遍！有人在老夫的重力加持大阵里被弹射出去了。是的，师傅，一飞冲天，看不到人影的那种。你先在那儿稳住场面，老夫这就亲自撕裂空间过去。江大小姐，救我呀！要飞出大气层啦！道友莫怕，我来助你。糟糕，忘了这是在阵法中了，我也受到了双倍重力的影响。借你的裤腰带一用。
你们之中谁的灵根最差？都不敢承认自己最差，是吧？我在这里承诺，灵根最差者，我会给他一个拿到卷轴的机会。我最差，我最差！天赋真正差的人，应该是这时候连手都不敢举起来的那个，就是你了。小琴子，我来了。师傅，嘘。江大小姐，你终于来了！我站起来了，我一个武灵根，竟然在大千宗的阵法里走路了！竟然能够想到用最废物的武灵根的重力和那飞天之人的符力进行冲抵，最后将人拉出大阵的范围，思路很不错。我们这样算过关了吧？算过了，当然算过了。那他呢？他通过了灵根大咒，当然也算过了。这是通过大阵后的考核卷，里面有你们下一阶段的任务。小家伙们，我很期待你们后面的表现。快打开看看我们这次的考核任务是什么。我大千宗1个月之前派了一名筑基期弟子前去合欢宗交流学习，如今他已经和合欢宗弟子一般无二。请各位考生在一众合欢宗弟子中成功找出我们大千宗安插的弟子，并将他随身携带的大千宗印章印在此处。大千宗这群老狐狸搞什么神神秘秘的？这卷轴翻烂了也没写合欢宗在哪儿，我们去哪里找？寻找合欢宗本身就是这场考核的第一环，连门都找不着的人根本不配参与后面的博弈。我想我大概知道合欢宗的窝点在哪里了。难不成你是说合欢宗是在那个地方？没错，就是那个3年来被官府扫了800回，却依然屹立不倒的地方。我来参加考核，是不是通过那里就能领取任务卷轴？是的。谢谢。这届选手到底都是些什么怪胎？公子，您来了，楼上雅间都给您备好了。这就是粤北城最大的青楼凤泉楼。看这人满为患的情况，应该有不少人都猜到了，和合欢宗有关的地方，应当就是青楼。太难了，每一个看起来都像，这怎么找得出来？不虚此行，真是不虚此行啊！走吧，看看我们这趟能不能不虚此行。欢迎光临。咦，活久见了，怎么还有妹子？难不成是来应聘的？哎呦喂，今儿个是什么风，把这2位绝世的小人儿给吹来了？这皮肉，这骨相，怎么着？2位是来应聘的？我那个，我不是。非也非也，我们是正儿八经来消费的。来这儿消费，头一次见带姑娘来风月场所的。不知道几位是否有熟悉的？第一次来，先把花魁叫出来看看。好的，客官，立马安排。
这就是任务地点。又一个姑娘，也长得怪俊俏，如花似玉的。今天到底什么日子？怎么还扎堆前来？前辈，能否将整栋楼的姑娘全都召出来，让我看一看？我勒个亲娘嘞！这姑娘胃口也忒大了点儿，这一整栋楼开销可是不小。100石，今晚我包场了。我的亲祖宗喂，这100石能把隔壁县的姑娘都买空了。今儿个来的到底是仙子还是财神爷下凡啊？慢着，凡事讲究个先来后到，我们先来的。没关系，我会补偿你的。谁稀罕你的赔偿？冲冠一怒为红颜，我出150，我出200，250，300，350。700，你还要加价吗扒什么扒？你手中有零食吗？还是一开始就打算留我在这里洗盘子抵债？做个交易如何？什么交易？既然你现在都已经加价到700石了，不如你给我500石，我们立刻退出竞争，给你省200，如何？500，好的，成交。得嘞，钱货两清，祝您玩得开心，咱们山高水长，就此别过。还好那孩子带点傻，这500石简直就是白捡。话说这凤泉楼就这么拱手让人了？我们的任务不做了吗？让就让呗，我敢肯定，我们要找的人绝对不在那里。不在那儿？你怎么这么肯定？凤泉楼那老鸨看到我们几个的神色，一点都没有被提前通知的样子。当然也有可能是他演得好，但我更倾向于大千宗那群老狐狸不会把谜底放得这么明显，不然比谁钱多谁就入宗喽。好像是有那么点道理。那咱们接下来你准备干什么？当然是逛遍月本城所有的青楼。喂，我们已经把这座城里所有青楼都逛遍了，有线索没有？问你个问题，青楼在我大齐是否合法？那地方只可以吟诗作对、喝酒听曲，其他方面是不允许的，要被官府打压的。凤泉楼、玉凤楼、玉凤楼、舒七楼、青阳楼、月玄楼、朱祁楼，看来谜底在那里。你不要告诉我，这就是任务中那个合欢宗的窝点吧？这么一个破烂的地方，怎么都和传说中的合欢宗联系不起来啊？你之前不是说，在我大齐，只有素的是合法的？是啊。那你觉得，以双修为主的合欢宗，会把他们的窝点放在官府眼皮子底下，等着上门来扫场子吗？自然是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你这么一说倒也有道理，可这种不正规的地方，粤北城到处都是，你怎么能确定就是这个叫极乐楼的地方？来，我问你，道门常识，北斗七星分别叫什么？天枢、天璇、天锡、天权、玉衡、开阳、瑶峰，这3岁小孩都知道。等等，这7座楼分别对应了天上的北斗七星，而极乐楼正好位于最能聚集阳气的部位。可以啊，小琴子，竟然结合道门阵法和严密的逻辑分析，找出合欢宗的老窝。呵呵，你想多了，并非你想的那样。我之所以确定合欢宗在这极乐楼里，全是因为他。咦，那人不是我们刚到粤北城时遇到的好心人吗？是啊，所以我选择参加了我现在的宗门。敢问阁下现在所在宗门是？合欢宗。原来如此，你开了一个物理定位卦。走吧，我们进去吧。江白秋呢？他人跑哪儿去了？不用管他，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特别的任务。欢迎
两位客官光临我极乐楼，我是这里的主理人青青。我在这人身上感受到了灵力的波动。哦，如此说来，我第一道题算是答对了。恭喜客官，您第一道题的确答对了，就是不知道接下来的第二道谜题，客官是否能够继续解出来。姐妹们，出来接客了。客官好，我的名字叫小小，我是泽泽，我是马马，我是丽丽，我是……等等，你先别说。我猜你的名字叫亚亚，对不对？公子的智慧真是过人，小女子的确被宗主赐名亚亚。小泽玛利亚，这取名取的，难不成这合欢宗主也是个穿越者？等等，你们这群妖女干嘛？非礼勿视，非礼勿视，色即是空，色即是空。客官，您这样闭着眼睛不看四周，怎么把任务中要找的人给找出来呢？小龙啊，从一群合欢宗的脂粉堆里，硬要挑出咱们大千宗安排的卧底，此举之意义究竟何在啊？回师傅，去年我宗有一名弟子去红城历练，喜欢上了凡间女子，可没想到此女子不但索要高价彩礼，还脚踏多条船，导致那名弟子最终道心破碎，境界跌落。为了杜绝这种情况再次发生，这次考核要求考生有识别捞女的能力，而合欢宗女弟子身后都有一个凄惨的家庭，好赌的父，生病的母，年幼的弟，还有那个懂事的他，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就看他们能不能辨别出来了。不错，道法自然，足道也是道。可是小龙啊，你有没有想过，有人用一些歪路子来通关吗？谁说找人必须要用眼睛看的，用心就够了。不好，官差来扫场子啦！要找人，就是现在。合欢宗弟子对于官差扫场子这种事情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逃跑，就是蹲下。但是那个大千宗安插的弟子大概是没有这种经验的，所以那个安插在合欢宗的卧底就是你。师姐，你不觉得现在再装惊慌失措已经晚了吗？嘿嘿，怎么样？我刚才那一声喊得很标准吧？这次给你记头功。这关原来是这样过的呀，我还以为是靠算卦把人算出来。公子莫开玩笑，谁说我是大千宗的？我只是新来的而已，不太熟悉业务。我刚才算了一卦，在场好像所有人都是大千宗的，只有他是合欢宗的。本来我还只有一半的把握，微微算了那卦以后，变成确定、肯定以及一定了。可是我真的只是新来的。别再狡辩了，我相信大千宗这种仙门名门，不至于搞那种考生明明猜对了，主考官还要为了装逼故意骗人的狗屎桥段，对不对，师姐？就是，大千宗还自称传承1000年的仙道门派呢。好阴损的小子！罢了，再让你们说下去，大千宗的1000年名声都要毁在你们这几张破嘴里了。大千宗真传剑线！等等，这标志，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大千宗的外门三正风？外门三正风，这是个组合吗？那可是一门3杰的传奇。多年前，一农户家的3胞胎姐妹同闯试炼，全部通过，而且她们全都是万中无一的风性双灵根。为首的大姐风雷双生，一手一雷道法让无数天骄饮恨。修真界谁人不知她的赫赫威名风雷女？二姐风火相继，火借风势，风果烈焰，无物不焚，江湖人称风炎女。而最后一位，恐怕就是眼前这位了。风土双修，举手投足间飞沙走石，甚至能让方圆百里的鸟啸瞬间无踪。此等神技，被人尊称为
被称为什么？风尘女。我终于知道大天宗为什么派他来合欢宗卧底了，这名字真的是专业对口。小姑娘眼光不错嘛，竟然一见面就看出了我的身份。岂有此理！简直是岂有此理！这是仙门考核，他们竟然耍滑头！我就说嘛，这小子绝非省油的灯，一嗓子扫黄就把你的安排全都打破了。哼，耍这种小聪明，终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以为找到了人就能通关，做梦！他用这种投机的方式，恐怕此时师妹对他的好感度已经是无限趋近于零。没有师妹的认可，他拿不到印章。那风尘女前辈，既然我们已经识破了您，那是不是就代表我们过关了呢？谁说识破了我的身份，我就要给你们盖章了？既然你们用这种邪门歪道来识破我，那我必然不可能轻易让你们过关。当然，你们可以用硬抢的方式，但是我先告诉你们一声，我的修为在筑基初期。既然如此，前辈，我们就不打扰了。小琴子，我们难道就这么放弃了？要是盖不到章的话，我们的任务就不算完成，就加入不了大千宗了。当然不能就这么放弃，不过我们得做一些准备工作，还要请一个外援。老板，你这儿有蒙汗药卖吗？客官，我们回春堂乃是正规药店，怎么可能卖这种东西？不知道客官想要哪种，见效快的还是见效慢的？有没有对修士有用的？哎呦喂，客官您快打住吧！仙途之人向来正直一善，和谐共处，这种药可是严禁卖给仙人用的。行吧，那咱们换个说法，这儿有没有对妖有用的药？妖族啊，那就没问题了。只是不知道客官要对付的修士，哦不对，妖族是什么境界？我要对付的这妖，他刚入筑基，那可难办了。寻常的毒很容易被他们用灵力强行逼出体外，除非加钱，是吧？这是我家祖传秘方，只要4味药材，即便是筑基修士也是中毒即倒。只是它的中毒条件极其苛刻，必须按特定顺序接触前3味，才会在碰到最后味时瞬间发作，并且这最后1味药散发着一股经久不散的恶臭。寻常人还未走近，便已敬而远之，所以要达成中毒条件，实际难如登天。没问题，我就要它了。客官，我们这药离柜了，就概不负责了哦。什么事？等一下，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前几天在青楼巧舌如簧骗走我500灵石的那个骗子吧？阿林姑娘记性真好。这次我是来找你做个交易的。什么交易？我们已经找到了任务中的那个卧底，有没有兴趣一起合作通关？成交。姐妹们，依计行事。风尘女前辈，晚辈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回来向您请教一二。我还以为你这滑头会被吓得连夜逃出越北城呢。你可想好了，筑基与凡人犹如云泥之别，战斗起来，你恐怕连碰到我一脚的机会都没有。自然是想好了，不过前辈，丑话说在前头，若是一会儿您受了点什么皮肉之苦，可千万别迁怒于晚辈。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自古以来，越界战斗的的确有，但那是建立在双方都是修士的基础上。你如今连引气入体都没摸到，你拿什么伤我？凭你这张嘴吗？前辈息怒，晚辈当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还是那句话，请前辈务必不要事后追责。好，既然你执意找死，那我成全你。若我受伤，必不追究，但我绝不会留手。不好意思啊，前辈，忙到现在还没吃饭，能允许我先吃口饭再开始吗？
可以，让你做一个饱死鬼。前辈，要不您也来点儿？您放心，晚辈不会在自己的饭菜里下毒的。我不饿，修道之人岂会被口腹之欲所动？更何况，即便你真的下毒，在这绝对的境界压制面前，也不过是跳梁小丑的把戏罢了。那前辈，我就不客气了。舒坦，前辈，我吃饱了，我们可以开始了。揍你的事情先等一下，我先干点其他事情。小子，你刚才怎么吃下去的？待会儿我就让你怎么给我吐出来！哎呦呦，等等前辈，刚才吃撑了，肚子疼。前辈不介意我先去上个厕所吧？不去怕收不住，搞得这里满地污秽。去，赶紧去！真是懒人屎尿多。好嘞，前辈，我去就来。舒坦。小子，你还有什么事儿？最好给我一次性说完。前辈，真的是最后一件事了。我那些同伴觉得我这次凶多吉少，非要给我加油助威，可以吗？加油打气，死到临头还要搞这些虚礼。行，我给你这个机会。加油，小琴子，他死定了。竟然连死定了的定字都会写错。舒坦了。前辈，晚辈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毕，您可以发起你的进攻了。小子，原本我念你虽顽劣，但还算有个性，只打算打断你一条腿。但是你刚才的表现让我很不爽，所以这次我打算把你打得连生活都不能自理。阿玲，还不快现身！再不现身，我要被打成肉泥啦！好小子，难怪敢回来，原来是给自己找了个外援。前辈，我曾在一本孤本上看到过一种名为强迫症的奇难杂症，不知道前辈可曾听过？强迫症？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小子，你这次又想玩什么花样？前辈，先别急着发火。晚辈斗胆问一句，您现在是不是觉得视线有些重影，甚至连着脚下的青石板都在打转呢？这是怎么回事？小子，你刚刚对我做了什么？前辈，我这妖诀散的滋味如何？什么时候？我明明百毒不侵，百毒不染。前辈，这药名为妖诀散，它最奇妙的地方在于，这4味药材单独分开时并不会产生任何药性，但只要按顺序接触了，神仙来了都得倒。这4味药材我磨成粉，分别放在了我刚刚吃饭的碗上、那卷厕纸上、那支笔上，以及阿玲姑娘的手上。不可能！如果是迷药，我的识海应该会产生警觉。这就要归咎于晚辈刚才说的强迫症了。有些事情不是您自己能够控制的。小子，
你这无耻之……晚安，玛卡巴卡。这么个小玩意儿，可真是让我煞费苦心。多谢阿玲姑娘，没有你，这计划的最后一环肯定完成不了。若非你那惊天一撞，那风尘女即便是强迫症再重，也绝不会去碰那散发着恶臭的第4味药。不必客气，我们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只是这样阴损的招数，大千宗会允许吗？反正他的规则没写不允许用硬来的，对吧？我相信大仙宗不会那么小心眼的。你们快看，卷轴上的字在消失，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恭喜几位通过我大千宗考核，这是引气入体的功法，也是你们踏入仙途的第一步。各位小友可自行参悟。以灵根为本，多造化，轻玄机，灵气入体，方为长生。我懂了，灵根是修炼的关键。修炼就是用灵根去感受天地间的灵气，就如同植物的光合作用一般，把灵气摄取进入体内，形成灵犀流。坏了，我的灵根不是江白秋吗？但是它现在不在我体内啊，那我怎么引气入体？难不成要把它吞入体内？等等，这棵小树苗是什么？这是我本体在你识海中的投影，它可以帮你自动吸收灵气，全自动吸收，这么爽，这简直就是开挂呀！我这是已经踏入炼气期了。那个江大小姐，能不能让我体会一下修炼的感觉？这种全自动挂机的方式一点参与感都没有。我说小琴子，你这话说的就有点既要又要了吧？就你那点半路出家的控制力，吸收灵气的速度连我1/10都没有。我这全自动吸收灵气的灵根，别人想要还来不及呢。可是，一般来讲，借助外力来帮自己修炼，不是会让境界虚浮吗？仙侠小说上都这么写的。你这是小说看多了，我是你的灵根，本身就是你的一部分，不算外力。算了，不信的话你自己试试。试试就试试，我可是拿到主角模板的男人。灵气开始吸收。咦，怎么一下子全停了？我还是把控制权还给你吧，自己这吸收速度比蜗牛快不了多少。哼哼，知道自己身上开了一个多大的挂了吧？诸位，那个会占卜的小姑娘，老夫我就先预定了。天灵根的底子又恰巧精通世俗术数，这简直就是天生为了继承我这奇门遁甲一脉而生的，谁也别跟我抢啊！老六，你那神神叨叨的丫头我不稀罕，但那个体修的小姑娘应该没人跟我抢吧？咱们大千宗7脉可是只有我这一脉是专精断体的，这女娃天生神力，何该入我门下锤炼金身？好了，那2个人已经被挑走了，剩下这2个谁要？都不说话了。刚才抢人的能耐呢？你们之间谁愿意接下这2人？阿九，你也知道，这2人当中，那个男娃体内的气息绝对是纯正的儒修路子，而那个女娃底子奇特，儒修剑修都有可能。若是修剑，倒也好说。阿九，你本身就是咱们大千宗最顶尖的剑修，你来亲自教那女娃便是。只是这儒修，咱们大千7剑7个人里头有一个算一个，有谁是懂儒修的吗？师傅是儒修，可你们也知道，师傅他老人家现在失踪了，根本找不到人影。话虽如此，你们是不是忘了一个人？那人也是儒修。这倒是
确实是如修。我记得你至今还尚未有过弟子吧？既然如此，尝试一下如何？这便是我大千宗的内景，是用无数的小世界拼合而成的，这也是我大千宗名字的由来。这就是你们以后修炼的地方。你们两个，一个归老五管，一个归老六管，我就分别给你们送到天河界和碧落界了。至于你们两个，也不知你们二人是幸运还是不幸，我等下会送你们到幽冥界。总之，好自为之吧。哦，金童玉女就这么来了。小姑娘，以后我就是你师傅了。不行，我不能让你当我师傅。哦，有意思。想不到我这个大千宗宗主亲自下场收徒，竟然还有人当面拒绝的。当我老师可以，但师傅不行。能当我师傅的只有我说姑奶奶，人家好歹是宗主，整个大千宗的最高领导啊，你怎么都得配合一下人家走个过场啊！宗主大人，他说愿意。不愿意称我为师傅也好，你想叫什么就叫什么。早晚有一天，我会用我的人格魅力让你心甘情愿叫我一声师傅的。那宗主大人，既然师姐已经由您亲自带了，请问晚辈的师傅在哪座仙山高就啊？你的师傅喏，在那里，自己过去找吧。祝你好运，小家伙。这画风不对吧？这穿衣风格，这溢出来的魔气，怎么看都是那种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我该不会其实是个用来献祭给太上长老续命的祭品吧？乖徒儿，我以后就是你的师傅了。那个师傅，您为何要将这幽冥界打造得如此黑暗系？是不是有什么深奥的阵法讲究？阵法没有，为师前段时间在看一本名为《霸道魔尊爱上丹田傀儡》的我的画本，这幽冥界的布景是为师按照书里的描写1比1复刻的。我去，师傅，你难道是个 coser 吗？什么是 coser？啊，哈哈，这个嘛，我也是在一本古籍上看到的，全称叫角色扮演爱好者。对了，师傅，咱们说点正事儿。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我当您的徒弟啊？是觉得我天赋异禀吗？并不是，你想多了。在我大千宗，会如修的基本没有几个，而我刚好如修、体修、炼体、阵法、医术、道法，哪个都会一点。我操，那岂不是说我以后也会像师傅一样成为一个全才？这波血赚啊！那可未必，也有可能因为学得太杂，贪多嚼不烂，最后走火入魔，一事无成。那好吧，师傅，我们先学什么？一口吃不成个胖子。作为儒修入门，我还是先教你儒家的君子六艺吧。师傅，什么是君子六艺？听名字就很拉风，是某种可以召唤圣人法相的终极奥义吗？我除了会的活多，脾气同样也不太好，所以别在我面前说那些不着边际的话。好的，师傅，您继续。君子六艺是儒修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技能，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儒修中的普通攻击。这六艺分别是礼、乐、射、御、书、术，它是儒修立足的根本。这便是君子六艺的书籍，贪多嚼不烂，你先凭直觉选一卷开始学习。那就选你吧。礼乃六艺之首，万事之基。好，
那么咱们就先从理自觉开始学起。理是一种管束自身言行的手段，以及敬天地、神明、人鬼的祭祀之法。也就是说，当你真正觉得自己在约束自身，敬畏这天地自然、宇宙万物之时，那股浩然正气就会自然而然地从你身上涌现。这小子，好恐怖的悟性，竟然能瞬间入道。不错，第一次修炼就能引发浩然正气的共鸣，你及格了。等等，约束自己的言行，尊敬自然万物乃为礼。那自己假如完全放纵自己的所作所为，蔑视一切，无视世间的所有规律，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心动不如行动，管他呢，先来一发试试。与毛孔疯狂的倒吸回一阵。这是走火入魔了。这小子到底做了什么？连君子六术这种最基础的招式也会走火入魔。成功了！真没想到，竟然还有这种意外收获。如果说约束自己的言行，对天地自然万物顶礼崇拜，乃是所谓的礼，那么蔑视一切规则，是万事万物皆为荒诞的笑话，将崇高与卑劣一视同仁，这就是乐，这便是我秦西独创的乐自觉。没想到这小子这么不争气，第一次修炼就走火入魔。为了不让你祸害人间，为师只能清理门户。师傅，停手！我没走火入魔，我这在领悟啊！哎，还会说话？你确定自己没走火入魔？那你身上这烧煤一样的黑烟是怎么回事？当然没有，师傅您看好了，这玩意儿我是可以自由操控的。这股力量毫无正道之气，却又并非魔道嗜血之念，而且竟然能被你如此完美的控制，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师傅，弟子是这么想的，既然绝对的尊敬与约束可以产生浩然正气，那么反过来，绝对的蔑视与放纵理应同样能产生一种截然相反的能量。光说不练假把式，请师傅用威力最小的雷法试着攻击我一下，弟子想亲身测试一下这玩意儿的实战效果。这可是你自己要求的。果然如此，物理定律在修仙界也是管用的。师傅你看，如果说浩然正气对一切邪祟物质有着巨大的真实伤害，那么弟子身上的这股黑气，则是对正道修士的雷法、佛法，甚至剑气，有着极其变态的防御吞噬效果。小子，有点东西。既然是你自创的，给它取个名字吧。为了与浩然正气相对应，弟子决定把它取名为浩然负气。师姐，在干嘛呢？我来串门啦！我操，有魔修，吃我一剑！完了，装逼装大了，师傅救命啊！早说啊！呼，我差一点就清理门户了。不过你小子研究这种对付正道的东西干什么？咱们可是名门正派啊！宗主，弟子是这么想的。如今已是灵气稀薄的末法时代，我们的敌人真的只有那些躲在阴影里的魔教吗？为了争夺最后一点灵石和地脉，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正派人士，手段未必比魔教干净。而弟子可以在这两股力量之间自由切换，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对付魔教和正道的利器。唉，你小子真是不按常规套路出牌啊！算了，随便你了。反正大千宗向来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只要你能驾驭得了，不被反噬就行。不过我警告你啊，
以后在外面，尤其是在人多的地方，使用你这个什么浩然负气的时候，尽量别打着我大千宗的名号。毕竟咱们大千宗可是正儿八经在先在侧的仙道宗门。弟子明白。接下来的3个月，我一直待在幽冥界，疯狂研究，打磨着我的浩然负气。据说，武微微也已开始领悟二长老那号称算尽天机的丰厚奇门了。至于阿玲那丫头，简直是个纯纯的战斗狂。短短3个月，她的断体术居然已经练到了铜皮铁骨的非人境界，连法相都给锤出来了。而我那位身为儒圣外挂的江白秋师姐，则是在宗主大人的亲自教导下，彻底放飞自我，整日跟着宗主在各个山头瞎玩。今天去偷2长老的罗盘，明天去拿5长老的如意笔。堂大千宗硬是被这俩师徒搞成了宗门灵元购的进货渠道。又偷我法宝！果然在这里。当当当当，小琴子，你看师姐我这手穿墙术怎么样？是不是神不知鬼不觉？不怎么样，像卡了 bug 的穿模 NPC。嚯，你今天攻击性有点强啊，跟吃了雷结液似的。废话，我问你，咱俩从认识到现在多长时间了？快1个月了吧。那你想没想起来什么事情？认识1个月纪念日。废话，是那狗天道要劈死咱俩的日子啊！完了，这几天玩得太开心，把欠天道灵石这事儿给忘了。猪队友真可怕。唉，没办法，现阶段只能以待养待了。其实金主还蛮多的，找宗主借，找师傅借，甚至找阿林借都可以。反正咱们现在入了宗门，这点征信还是有的。那就好，那就好，吓死我了，还以为真要被雷劈了呢。姐姐，救命！借点灵石。要多少？2500灵石。先别急着谢，正好，我想请你和我一起去做一个委托任务。如果你答应的话，这袋灵石就当预付定金，不用还了。哟，刚入宗没多久就跑来万世界领任务了？你们这2个练气期的菜鸟，跑来我这里要接什么级别的委托？我们想要接那个清远村的委托任务。哦，就是前几天刚上新的那个委托啊，我找找。你们确定要接这个任务？这可是个无目标委托。师兄，什么是无目标委托？无目标委托就是这个委托是发给所有宗门的，也就是说会有其他修士和你们竞争。和这徐筑基期老六抢任务的话，完成不了都算是好结果。怕的是那群修士为了抢任务而不择手段。你看，他就是在一个无目标委托中被其他宗门的弟子偷袭，受伤而导致境界跌落。所以他的那条伤腿是那时候被打断的，并不是，那是昨晚偷看小师妹换衣服才被打断的。好吧，原来同门才是最危险的。作为师兄，我给你们一个建议，一旦遇到危险，千万不要跟那群正道疯子恋战。这时候只要高高举起并出示咱们大千宗的令牌。怎么，这样他们就会放过我们了？我估计看在大千宗的面子上，他们顶多也就把你们的4肢卸下来。这好像还不如直接死了算了吧。谢，既然如此，那就我一个人去。这任务我们接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临阵逃脱不是我的风格。清远村，据说村子之中最近怪事频发，村外似有妖怪的踪迹，村内又莫名有婴儿的啼哭声，导致村民魂不守舍，甚至没人敢出家门。本任务是调查村内发生的诡异事件，让清远村重回安宁的生活。任务完成奖励300灵石。可吓死我了！大哥，你说那群仙门的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来啊？我已经小半个月没睡好觉了。没事，老二，我听说蓬莱仙门的大人们已经在路上了，凭仙门大能的脚力，今晚肯定能到。
这是什么声音啊？妖孽，还敢装神弄鬼！大哥，是仙门的大人们来了！妖孽哪里跑？大威天龙！哈哈哈哈！只有这等能耐，也敢在此作祟，活该被我打散魂魄！各位父老乡亲，怨婴已经被我灭除，我的任务也已圆满完成。但此地阴气仍重，怨灵不可尽除，我本人也不可在此耽搁太久。我也知，我一旦离开，乡亲们仍要受怨灵折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我在各位乡亲的门口放置了一本仙法。我相信各位只要加以修炼，本村安全自然无忧。我去也！这里就是清远村了。多谢仙人，我们终于能睡个好觉了。感谢道长昨晚出手，替我们解决了妖孽。我们正在准备庆功宴。村长，您记错了吧？昨天我们几个还在路上赶路呢，今天清晨才刚到这里。可是昨晚妖怪的确被赶走了。难不成是其他仙门的队伍捷足先登，帮我们把问题给解决了？毕竟这个任务是面向所有宗门的。村长，那昨天夜里具体发生了什么？您可以详细说说吗？昨天晚上本来还是像之前半个月一样，外面传来了那要命的婴儿啼哭声，我们都吓得不敢出门。只是忽的一位仙长从天而降，和那怨婴战了不长时间，就听见一声惨叫。最终那仙长除去了妖邪。对了，那位仙长在临走前还告诉我们，以后我们这清远村可能还会吸引妖魔，所以他大发慈悲，让我们村子里的人都修炼仙法，好拥有自保的手段。功法看上去没什么问题，确实是一些引气入体的窍门，但是这事儿怎么听怎么不对劲。那个解决妖魔的人，为了杜绝以后再次出现妖魔，竟然给这帮大字不识一个的村民丢了本仙法，的确不符合常理。要知道，拥有修仙天赋的人可是万里挑一的。就算这个清远村真的撞了大运，碰巧有几个骨骼惊奇的能走上仙途，但光是凡人踏入引气入体这个阶段，就要花费几年的时间。没错，万一在这期间妖物卷土重来，他们该怎么办？一个刚入门的菜鸟，未必就能敌得过吧？事出反常必有妖，先留下来观察几天。村长，我们几人舟车劳顿，想在村子里叨扰几日，不知可否？那自然是太好了。李老五家正好有几个房间空着，我这就去和他说一声，几位仙人也可以顺便对村民修行指点一二。这是在练补天功，拿到了连半天都不到，就敢直接上手瞎练，这小子胆子也太肥了吧！各位仙人好，我是李家老五，村长已经跟我说过了，房间已经给各位仙人打扫出来了。我和私塾女教系不可言述的2、3世，拥有透视法术的我，掌握了书院仙子的把柄，年过半百，我竟然获得了时间暂停能力。这么炸裂的名字，难道是这个时代的禁书？嚯，竟然还有插图，笔触细腻，栩栩如生啊！看来这修仙界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并非一片荒芜，待我好好研习一番。道长，饭菜已经做。李武，这是你的书吧？你的兴趣爱好还挺广泛的啊。道长，弟子知错了。弟子知道修仙之人应当清心寡欲，不应留恋红尘俗物。弟子这就把这些误人子弟的破书给烧了，以正向道之心。这等红尘浊物，本道长替你处理便好。切记，往后专心向道，莫要再被这等俗物给迷惑了。
不愧是如修，无论何时都在看圣贤书，连睡梦中都不忘看书。不知道是什么圣贤书，我也学习学习。堕落神女录，这是什么圣贤书？他们这是在干什么？怎么叠一块儿了？是新的搏击术吗？我说呢！我的堕落女神录！小裙子，你来了。你这本圣贤书，为什么我看的时候总感觉浑身热乎乎的，身体里就像是有某种神秘的暖流在四处乱窜？难道是本高深的内功心法？嘿嘿嘿嘿，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是圣贤书，所以光是看不用修炼就有这种效果。原来如此。既然你觉得奇妙，那我考考你，你知道这书里画的这两个人，他们是在干什么吗？这是随堂测验吗？虽然姿势极其诡异，但他们的发力方式，想必这是一种极其厉害的地面格斗技吧。你真聪明，一猜就猜出来这是高阶格斗技，只是不适合咱这个阶段修炼，会走火入魔的。我还是把书拿回去吧。无妨，我是体修，并且我已经从中领悟了几个厉害的招式，连名字都想好了，就叫阿琴18式。阿林姑娘，你就不能换个别的名字吗？接下来的几天里，清远村出奇的平静。刚才我算了一卦，卦象显示我们此行是大吉。我们待在这里3天了，连着几天都没动静，难不成那群妖邪真的被那位仙门大能给除掉了？本来我也在想这种可能性，但是现在经你这么一算，我决定多待几天。喂，你什么意思啊？能不能稍微考虑一下我的职业感受啊？微微，你再算一卦，算一下今晚清远村会发生什么。嘿嘿，果然到最后还是得靠本姑娘我吧。卦象显示，风平浪静，又是安静祥和的一天。所有人进入战斗准备状态，看这样子，大 boss 快要出现了。两位道长，我有一个关于引气入体的问题，不知能否斗胆向二位请教一下。老五，我刚来时就和你说过了，你修仙天赋太差，差到连灵根都不用测的地步。若你继续执着于这一途，只会让你心魔缠绕。听我一句劝，朝廷的科举更适合你一些。练那补天功只是在浪费你自己的时间。难道我李武真的没有修行天赋？我的一辈子就真的只能这样碌碌无为了吗？你是不是很不甘心？是谁？是谁在那里说话？你再好好听听我是谁。你是那天替我们除妖的那位仙人？没错，就是我。其实你并非没有修炼天赋，停滞不前是因为我留下的功法只是残卷。残卷？是的，留下残卷是因为我要挑选心智坚定之人。而你已经通过了考验，可以来后山找我了。如果一辈子只能种田，没法走上仙途，这样的人生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很好，站在这里的都是我筛选出来的修道意志坚定之人，你们有资格获得我补天功的全卷。这就是完整版的补天功，我终于可以踏入仙途了。放心大胆的去练吧。此外，还有一件事，我希望你们将此功法发扬光大。若是你们碰到同样道心坚定之人，一定要伸出援手，将这补天功授予他们，就如同我今日授予你们一样。我等谨记大能教诲，定将功法发扬光大。
青魔老鬼，这次我看你往哪里跑！看剑！又是你，日照宗的家伙。没错，就是我，日照宗李万基，江湖人送代号日理万机。青魔老鬼，在我面前就收起那副悲天悯人的伪装吧。我明明做了伪装，什么线索都没留下，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你的确做到了天衣无缝，但要怪，就怪你前段时间耐不住寂寞，在被正道联合通缉的期间，竟然还要易容去逛窑子。而我李万基刚好在青楼建立了强大的情报系统，他们在你出现的第一时间就通知了我。好一个日理万机！今天我定要让你鸡飞蛋打！小芹子，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先沉住气，等他们两个拼到两败俱伤的时候，咱们再出手，说不定还能捡个现成的。什么情况？刚才一瞬间，灵力的流转出现了问题。是不是灵力突然不听使唤了？那是因为我让花魁在你酒里下了迷醉散，专门针对你这种筑基中期修为。你们号称自己是名门正派，也竟是用这些下三流手段。情报上说你是筑基中期，你我修为一样，不用点特殊手段，还真没法子把你拿下。嘿嘿嘿嘿，好一个特殊手段！但是你日理万机，又怎么看得出爷爷我真正的修为？筑基巅峰，情报有误。没想到吧，我已经早你一步踏入了筑基巅峰。这次，我看你怎么跑！一出手就是大招吗？看来只能使用那一招了。日照千年！还好我日照宗的大招也不是吃素的，刚好势均力敌。势均力敌吗？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筑基巅峰。不愧是筑基巅峰，我日理万机，最终还是败了。解决完了第一个麻烦，接下来轮到你们了。躲在那里看了那么久，还没看够吗？出来吧。前辈您好，我说我们是来打酱油的，您现在肯定也不会相信了吧？哼哼，既然是打酱油的，那就别走了吧，让我把你们打成肉酱吧。前辈，既然这样，那晚辈们也不客气了。您之前受了伤，还使用了自己的大招，现在应该处于虚弱状态吧？趁你病，要你命！江白秋，上！哟，还是如修，真以为自己是魔道克星了？哼，区区炼气期的浩然正气。
你不是炼气期吗？为什么浩然正气的净化能力如此之强？你猜？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你的浩然之气如此之纯，但是我们魔修出来走江湖，谁还没有点特殊手段？这右臂是我从一位仙门弟子的身体上嫁接过来的，同时嫁接过来的还有这条肚手上的正道法术。浩然之气只能克制魔教功法，我倒要看看你如何克制我这正道法术。抓风龙爪手！陆自觉，绝对吞噬。这他妈又是什么玩意儿？此乃浩然负气。你们到底什么来路？不是正道修士吗？怎么还会这么邪门的功法？我特妈一个魔修我都不会呀！我师尊告诫过我，在使用浩然负气时，不要报自己的宗门，所以我是不会告诉你我们是大千宗的。这才刚入夏，怎么就感觉冷了呢？好一个大千宗，连这种阴损的招数都能抛出来，难道你们准备转投我魔教队伍了吗？虽然你们的功法有点奇特，但是如果我同时使用魔教功法攻击你的浩然负气，用正道功法攻击他的浩然正气，我看你们如何应对。双鬼拍门！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战术？怎么浩然正气和那个黑色气体之间还能够自由转换的？怎么样，前辈？这招两极反转是不是很意外？小子，我承认你的战术确实让我遇到了大麻烦，但是你们这样似乎只能让我拿你们没办法。同样的，你们似乎也无法拿我怎么样。谁说我们不能拿你怎么样了？没看到我们还有2人没有出手吗？卜微微、阿玲，上！甲午杀进进！原来是数字门的家伙。实话告诉你，我对术士也略懂一二。在你念出口诀的时候，我就读懂了这是瑞金属性的攻击。血煞焰！哼，五行法术，火克金乃是常识。死丫头，凭你也想跟我玩术法？怎么出来的是水？你学的术数是正宗的吗？怎么喊的甲午杀进金打出来，竟然变成了贵茂大海水了？前辈，提醒您一下，这时候可别分心哦，还有人没出手呢。阿晴18世之夫子撞车。好强的力量！前辈，滋味如何？这一个个的怎么都这么不按常规套路出牌？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溜了再说。不好，他要跑，给我围住他！怎么，欺负我人少吗？那咱们就来个4对4，四重影分身之术。现在我看你们怎么追！分身逃跑确实是个好战术，但你貌似忘了，我们的队伍里
还有一个占卜师。微微，立刻算一卦，算算这青魔老鬼逃的是哪个方向。好嘞。卦象显示，东南、西北、西南方向的逃跑概率全都是9层。好，我们就往东北方向追击。你们还有没有团队该有的信任？你的队友不是算出其他3个方向的概率有9成吗？怎么偏偏往我这个方向追？你们到底是什么逻辑？恰恰相反，就是因为相信队友，才决定往这个方向追的。算了，不纠结了。虽然你们猜对了方向，但是就凭你们练气期的速度想追上我，门儿都没有。那可未必。阿玲，看你的了。这怎么可能？这么快的速度！我不服。刚才那赵夫子撞车是你教他的？如此暴力，改天也教教我。怎么可能？不关我的事儿。他这几天日日夜夜苦读圣贤书，这应该是他从书中领悟的格斗技巧。这阵容，这打法，真的只有练气期吗？货真价实。你们这样，最多也只是消耗我的灵力，却不能打死我。而我现在很想弄死你们！谁说我们没有击杀你的能力？你听说过一招从天而降的打法吗？这是秦18世之观音莲台。忘了告诉你，我们阿玲可是有过击杀筑基巅峰选手记录的哦。阿玲，你接下这个筑基任务，肯定不是为了这个老头吧？是的，我是在找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一只灵兽。我接下这个委托的原因，是因为任务里有描述过他。那我们来问问这老家伙有没有见过你朋友。喂，他的话你听到了吧？你见没见过那个长相的动物？别装死！你要是胆敢有半点隐瞒，我就用浩然正气烧你！清远村几天前的确出现过一只灵兽，是一只橙黄。不过我来之前它就已经不在了。听说它的内丹具有延寿效果，所以很多人都在寻找它。看来你的朋友有危险。可惜了，我们来晚了一步。好了，他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是我的问题了。你传播的到底是什么功法？怎么？看来有东西比浩然正气更可怕。我可以说，只是我有一个请求，我说完功法的名称之后，能直接赐我一死吗？难道透露出功法的名称比死亡更可怕？好，我答应你。此法名为贪天魔域功。这个名字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我这功法名叫贪天魔域功，能够封印如神灵根一炷香时间。没想到转来转去，还加入了大千宗，终究还是没完全摆脱这件事的阴影。杀了我！杀了我！七夕，他的修为在飞速跌落。看来有必要通知一下宗门了。这功法连大齐皇室都渗透了，我感觉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阴谋。